提到说，今年的跨年夜非常不平静啊，就连欧洲的瑞士也一样。我们知道很多人滑雪，除了去日本、韩国，其实也会跑到欧洲的瑞士，而这里就是一个滑雪的度假胜地。对，你看一下瑞士这个地方哦，你看到它有阿尔卑斯山山脉，然后下面有很多知名的酒吧、知名的民宿。其实哦，每次去到这种地方啊，你都会觉得天哪，心旷神怡。如果今年过年，跨年你到这个地方去，这感觉不一样吧？不一样，但是去的都是有钱人啊。对，都是有钱人啊。Crans Montana 这个地方，然后这个酒吧呢非常的有名，他的老板疑似是法国人，叫星座酒吧，对，叫星座酒吧。结果没想到在这一个这么漂亮的星座酒吧里面，竟然发生了火警，然后呢，一瞬间竟然夺走了40条人命。我们看到这个场内其实里面有300多人，对，40人死亡，有100多人都受伤，对，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个酒吧会造成那么大的伤亡呢？因为他的酒吧跟我们想象的酒吧不一样，他的酒吧是所谓的立体酒吧，什么意思？它是从外面，然后呢滑雪的地方一路延伸到你室内，然后呢还有一个地下室，所以呢它有个露台，而这露台的地方它是有加热地板的，所以什么意思？有去过的朋友讲说，你到这个地方去，你看着雪景，可是呢你的人是温暖的，你的脚是温暖的，这是什么感觉？对，因为它的露台是有加热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它好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竟然在跨年夜发生了大火，而这大火呢竟然一瞬间都烧起来，烧起来之后呢，很多人来不及逃生。目前来讲的话，只知道有40人死亡，可是呢，以现场目击者角度来讲的话，他们说可能会有更多人，因为很多人都被烧到，而烧到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它就有一个出口，大家来不及跑，所以全身都被烧掉，连衣服都被烧光了。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画面？这个就是疑似他们现场第一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个火呢？我告诉大家，因为你在这种酒吧夜店里面的话，不管是在信义区的夜店，还是在这 Crans Montoya 的夜店，你只要点了香槟。香槟如果直接拿来给你，那就太平常了，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为什么会这个状况？因为它香槟上面竟然放了仙女棒，所以是因为仙女棒的关系。对，然后呢，往上一拉就烧到了。对，如果也只有仙女棒也就算了。他们说当天因为大家玩得太嗨了。你只要点6支，然后呢，有6支里面的话，它就会全部插上这个仙女棒，而其中有一个女服务生，疑似就太嗨的情况之下，她又攀在另外一个服务生身上，所以呢，大家在那边摇滚的过程当中，这一个仙女棒的火焰就烧到哪里？烧到了屋顶，然后烧到屋顶的情况之下，大家第一时间就这个画面，大家没想到要逃，原本以为会不会是跨年的一个秀特效吗？对，然后呢，等到发现不对的时候，要逃的时候呢，就变成怎么样的状态？就是这个香槟上面的仙女棒。对，就是这个状况。然后呢，往上一烧的话就来不及了，所以你看到这个画面哦，第一时间烧起来的时候呢，大家还没有惊慌，还没有想要去逃。然后呢，大家不对，发现不对。你看，刚才天花板上面有火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想要用什么？用围巾去打它，结果没想到没打下来的情况之下的话，火就蔓延出去了。其实我们看到那个洒水器其实也作用了，但是完全没有办法浇熄这火。对，这个洒水器就杯水车薪啊。这个洒水器以我们的角度来讲，应该只是用来干嘛的？做安全检查的，应该只是说如果有火焰、有烟雾，它就会洒水。可是你想想看哦。仙女棒真的是星星之火，我们讲的物理性的星星之火，一点点而已就烧起来。烧起来之后呢，全部的人聚在一个出口。那我们待会看到有一个地方就只有这个出口，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惊慌，然后开始踩踏，到最后全部的人都没有办法逃出去。所以说为什么这么难逃？除了刚才玉峰你讲到说，因为只有一个小小的出口你可以跑，而且更可怕的是这次这个火啊，它来放快。6秒钟之内，所谓的闪燃烧，它就立刻烧起来。对，好，有不具名的18岁目击者讲说，这个东西有看到人浑身着火，然后有人从头到尾都被烧了，衣服都没了。然后呢，州长讲说呢，大部分的伤者都受到严重的烧伤，相当一部分的人情况危急。所以呢，现在来讲40个人可能只是他的最低的，因为现在知道已经有40个人死亡了。很多人是受伤，而受伤之后啊，你这种皮肤焦黑之后，你能不能活下来，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的确，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说可能还有更大的死伤？因为你看到这一次，其实瑞士当局他们是出动了10架直升机、40辆的救护车在抢命，你可想而知，当时的场面其实很恐怖，也很混乱。对，可是最惨的一件事情是说，当大家惊呼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火灾要走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哦，这个设计如果是以业者的角度来讲是很棒的，什么意思？这就是所谓的立体设计。对，立体型的，你只要进去之后呢，你出不去。那对业者来讲，这有什么好处？太好啦，你的水没错，你的水酒你要一直买，然后呢，露台区也是有的，然后底层酒吧区也是有的，所以呢，它变成说2个酒吧区。问题是只有一个什么叫只有一？
一就是我们术语里面对。就是一个逃出口，你要走到一，你才能够逃出来。可是因为它是一个 U 字形的，它希望把这个卡座，就是我们讲的夜店包厢人的容量到最大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就变成说它是逃不出去。那逃不出去的情况之下，如果大家有序的慢慢的疏散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就像陈英刚刚讲的6秒钟就烧起来？因为这又是一个典型的瞬间起火闪燃效应。什么意思？当你要去灭火的时候，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试图去把上面的门打开，因为你想要干嘛？你想要第一时间你要疏散，结果呢，你一把门打开，对火焰来讲的话，它原本它可以得到的氧气其实并不多。对，当是你的起火点，然后加上热辐射，然后门我们刚才讲那个窗口嘛，那个出口一打开的时候，砰，氧气就涌了进来，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就烧了起来，然后烧了起来，最可怕的一件事情，这种夜店有没有？尤其是在瑞士的夜店，它要保持它的室内是温暖的，所以它有很多什么易燃物品，很多的软装潢。所以呢，当它一直第一时间啪赏完之后，如果它没有东西烧也就算了，可是它当有东西烧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画面。你看这个烟雾出去，然后呢，你门打开的话 ，air 会进来，它就会变成一个成长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就越烧越大，越烧越大，所以呢，它一瞬间就会烧到天花板。而最可怕的是，它这一次从哪里烧出来的？就是从天花板烧出来的。所以呢，它变成说闪燃效应之后有没有？你只要给它氧气，那就是给它助燃料。助燃料下去之后呢，难怪一个人都逃不了。现在来讲的话，恐怕有更多人会伤亡。好，所以宇轩，我们看到今年的新年也真的是水火无情啊！而且不只是在瑞士酒吧的这一场大火，其实呢，在阿姆斯特丹这座150年的教堂，也是因为一把火付之一炬。对，陈怡姐，本来我们讲世界各地在跨年的时候应该是要放烟火，结果没想到变成是各地都在放火。为什么会这样讲？来，首先你看这是在荷兰哦，我们讲非常历史古老，大概150年左右的一个教堂，叫做冯特尔教堂。那这个教堂厉害在哪里呢？它是由皮埃尔所我们讲建造，也就是荷兰的那个中央车站，也是有这个皮埃尔知名的这个设计师建造的。但原本叫冯德尔，就是要纪念一个诗人，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历史古迹。结果没想到呢，在跨年的一天呢，发生什么状况？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好像说疑似是呢，有人看到说附近呢刚好有人在玩烟火哦，因为它这个地方又是烟火，对，因为它这个已经不是教堂了哈，它现在已经变成基金会，常常在那边办什么演唱会啊、活动啊，很多可能年轻好朋友在那边玩呐，所以他很习惯了嘛，所以来了这边，所以你仔细看哦，它教堂很诡异的地方是什么？来，那个是它的尖塔，你有没有看到？它整个原本这边很漂亮的一个尖塔，结果出什么状况？出了什么状况？全部变成火炬，所以你知道它整个尖塔就像这样子对，开始在那边燃烧，而且它不是只我们讲的一点点而已哦，它是整栋的那个上面开始先燃烧，然后包括它的屋顶也开始破洞，最后面烧，因为烧太久，火势太大，等于说消防队有来，然后开始想要紧急抢救的时候，也没办法救不了，所以你从远远看更可怕。很像什么？很像整个都市里面都陷入火海，就最后面他只能眼睁睁看到烧到最后只剩钢筋，然后升到钢筋骨架之后呢，开始这骨架一格一个塌，一格一个塌，然后呢最后就全部崩掉。那崩掉之后呢，他们现在也开始很担心说，不是啊，第一个先要了解说到底是怎么样会发生出现这么大像火海一样的事情。再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消防在灌救的时候发现说确实是制止不了它的火势，但是你知道最我们讲诡异的事情在哪里吗？它曾经在1904年的时候已经被烧过。它已经被烧过，对，现在是第2次被烧了。对，原本是他父亲盖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古迹的时候就已经被1904年就烧过一次，后来他儿子补盖，就没想到他最后还是被烧掉了。本来想说已经重建完，就你知道更了不起，他这个基金会说没关系，我们再来重建。这个烧掉就烧掉了，我们还是有办法想办法，因为我们有原本的设计图，我们再把它重盖一次。但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刚才这讲到只是在荷兰而已，但偏偏世界各地都出现很多类似的状况。比如说哪里，这个是让我我们讲百思不得其解，在黑龙江有一个叫有一个叫做雪乡的地方，现在应该不是很冷吗？对，不是很冷，谁写的？下雪啊，下雪是水啊。他们说下无3日晴啊，然后冬天天天都下雪，所以你看你有没有仔细看，它是的确出现火灾没有错，但是你看围观的群众脚下踏的是什么？是雪，它一边下雪一边起火。他们说中国人这怎么那么会玩啊？什么？冰火五重天，冰火9重天都玩得出来。然后你知道吗？因为它只有其中一个套房。因为这个是中国4A 级的旅游景点，它刚好就是这种人软热对有很强烈的地方，所以呢，你如果放眼望去，我们从空拍图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都是雪。来，你看，刚刚那是隔壁间，你可以再看一次刚才那个画面，隔壁间都没有事哦，
然后还敢住在里面哦，然后隔着那个窗户拍隔壁间，你看旁边就要起火灾了，所以只有一间套房火灾。那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其他间呢？你知道，这还有在广播，那很多旅游游客说，哇，着火了，哎呀，吓死了，什么消防车，哦哟哟，那声音一直叫，然后呢，看完之后继续玩。那没有人猜，不当一回事吗？不当一回事。中国人真的是很猛，根本没在怕，你知道吗？哇，大家都在围观，这没人跑哎。对，手机都在拍啊，因为这是被中国封为叫做我们讲的就是类似中国雪乡地方，只有中国这个地方特别有这种美景可以去玩。但是呢，我们讲热闹的地方也一样，这时候在广西，坦白讲，我看到这个我吓坏了。我想到那台中那时候不是曾经有那个爆炸嘛，就它一样，就叫玉林盛世百汇。百汇的意思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大型商场。那楼非常高，所以这也是一个商场。对，各位，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跨年哦。跨年那天都不知道为什么这边起火，然后莫名其妙呢，这栋商场呢，首先你看哦，上面开始有这个我们讲的火光出现。火光出现之后呢，一路的就这样往上延烧。那最后面就像你现在看到了，整栋大楼皮金处修料料，然后变成是呢，我们讲的由上往下看这个整个顶楼我们讲烧得乱七八糟。但是这个东西就找得到原因，为什么？因为来各位，你看这个小哥这小哥在干嘛呢？他也在表演，他在玩火。对，因为跨年不能放烟火嘛，他只能我们讲玩火助兴，放火助兴。结果你知道啊，瞬间吐着一把火之后，没想到他自己有火冒三丈，为什么？你仔细看他头发。他头发是燃烧的吗？对，本来那个我们讲围观，他看起来不太像是故意的。围观的群众本来都还想要抖内人，你知道吗？哇，这不要你吹牛逼啊，吹牛好啊，这个头都烧起来了。就后来发现是意外，因为开始一群人围上去。对他拳打脚踢，不是开始拿衣服往他头上拍，所以各位你想想看虽然说整个中国在各地都禁止跨年活动，但你会发现民众的火有如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野火一样我们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因为在民众的心里面，不能跨年这件事情，恐怕是没有办法接受。好，所以世宗，其实我们看到在跨年夜这一天，世界各地除了我们刚才讲到所谓的冰火九重天。的确不只是有火，不只是寒冷，甚至呢，其实，在我们的亚洲，现在好多地方已经变成所谓的极寒地狱。对，没错。实际上，很多观众朋友应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为止，都觉得，气温降得非常多。尤其今天早上的话，很多这个女生都穿上这个大衣才能够出去的一个情形。好，那目前为止来说可能我们这个温度还有10几度，但是体感温度大概其实才6、7度，其实还是蛮冷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在外面的话，一定要小心保暖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讲，那事实上除了台湾很冷之外呢？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国家都非常冷，尤其是美国也非常冷。我们刚刚说今年，如果大家有在看这个今年的这个跨年夜的时候，纽约零下5度是好像是这几年来最冷的一次这个跨年夜哈。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因为来自这个北极的他们叫做炸弹气旋这个来到这个。你看，这是美国的国土，对不对？几乎美国整个国土都被笼罩在这个说来自北极的这个他们叫做炸弹气旋来的笼罩的一个状况。那笼罩这个情形的时候，你看很多地方都是非常低温，那尤其是首当其冲在这个五大湖区。我们给大家看几个五大湖区的画面，这是什么？密西根州，因为密西根州它旁边有密西根湖嘛，密西根本来就很冷很冷。对，那加上说气旋来了之后呢，有水汽上来之后，你看。这是在密西根湖旁边哇，它根本都已经冷冻成这个样子。你看，这是密西根州的这个提斯科尼亚公园，你看它整个码头的冰这是一根柱子吗？被冻成这样。我们好像只有看过这个明天过后才有这个画面，感觉很像搓冰啊。对，很像搓冰，很像一根冰棒在那个地方这个冻成一个所谓类似冰雕的这个状况。然后另外一个，你看整个美国都会笼罩在国土里面来说，另外一个地方是阿拉斯加州的朱诺市。那阿拉斯加朱诺市，它事实上这个在比较北的这个地方，那因为它也是受到这个极地涡旋的这个影响，那么事实上它本来就是美国降雪最多的这个地方。阿拉斯加冷这不奇怪。他说他这个月降雪已经来到202公分，雪下这么多202公分，你想哇，非常恐怖对，它往年大概这平均是44公分。那今年下来202公分，202公分是比我还要高不是说你了，比一个篮球员都还要高，我都比 Michael Jordan 还要高。那你看这么大的这个雪，那你想到这个雪到底厉不厉害？他们最大的降雪月份是1965年2月，总降雪是219，所以看起来哇，这个大有，搞不好今年的如果在冷气团再继续降下去的话，搞不好会破纪录也不一定。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整个这个美国都是相当冷的。那你想说，那只有美国冷吗？没有你看，事实上现在那为什么会这个美国这么冷？我就跟他讲这个图，但图的话大家看了应该会心惊惊。为什么？我跟他讲，这北极在这边。现在北极的温度还比美国还要高，这个热的这个红色就是比较高温。我有没有看错啊？北极怎么会是橘红色？然后最热在这边，格陵兰在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格陵兰岛，格陵兰在这边那这是美国本土的，这是加拿大
加拿大在这边，那这是美国。你看加拿大跟美国这边反而是最冷的。对，那这边反而比较热，好那奇怪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刚才讲的是北极涡旋，或者叫做这个所谓炸弹气旋。为什么？因为原本过去冷气团是被锁在这边的，被锁住，这边有所谓高压。但是因为现在高压比较弱之后，它冷气团就出来，冷气团出来之后，反而把热气挤到这边来，所以变成是北极还有格陵兰目前的温度都比美国还要更高的一个好难这个状况。想象哦一样，我们看这个图，你也可以看出来，连欧洲也是一样。欧洲你看这边北部欧洲的温度还比较高温，这边还比较冷，所以现在欧洲也是一样局面。现在欧洲的，包括说像整个这个比较这个罗马尼亚，甚至连西班牙。这个葡萄这边温度都比较冷，那你想说，那只有这个欧洲，只有北美这样？没有，还有另外一个日本。我们这几天应该很多国人这几天也到日本去了，日本玩。对，日本的这几天也是这样，他们尤其是靠近这个所谓日本的这个西岸这边，就是靠近这个日本海这边，都向下暴雪。向下暴雪，你看，譬如说像北海道来说，你看这个。大雪纷飞啊！我们前几天不是在讲到吗？很多人去这个2世谷滑雪的时候，那个雪区都被吹走了。现在一样，现在他们目前为止正在降下这个暴雪的这个状况，甚至连这个青森也是突然已经看不到嘞，是青森吗？对，青森也是降大雪的一个状况。那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它也是一模一样，它也是你看北极涡旋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又往下走，所以你看影响了整个日本的这个日本海这个地方，还包括了中国的东北地区，都是这样。现在目前为止都非常冷。那当然，台湾目前为止是这个接下来我们也会非常冷的一个状况。那你想说啊，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气候真的出现乱的套？那我们刚才讲，其实最乱的套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可能这个阿富汗人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阿富汗是高原地形，他们前一阵子来说的话，受到一个干旱之苦。那你要干旱之苦的时候，他们想说，那干旱了，好不容易现在冬天来了，冬天来会有降雪的可能性，就没想到他们你看原本干旱，对，就没想到后来降雨。降雨没多久之后就变成降雪，这是淹水吗？对，淹了水之后，然后又降雪，然后当地人就说：“我们因为淹水之后呢，他们原本要这个救助嘛，对，救助没多久又来自降雪，所以整个气候是完全你看几天的时间里面，从干旱然后到降雨，然后变成是降雪这个画面，他们当地人怎么受得了？尤其我们知道阿富汗当地来说，以前这个战乱非常多嘛，那美国也才撤退没多久，这个塔利班政权也没有好好建设，所以他们基础建设都非常的糟糕，所以导致很多人在这样的你看。突然之间干旱，我已经这个快要活不下去，又降雨，然后这个冲毁了我的家园之后，没想到又降雪，气温又这么低，让人完全你看，光是洪灾跟降雪之后，它已经有17死11伤的这个状况。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